并且能够获得队史大满贯。而佛山 DRG 则是自 SAB 组分组赛制以来，首个在春季赛败者组一穿四晋级决赛的队伍，绝对的黑马挑战目前 KPL 的绝对王者。究竟谁能够赢下这一场？到底是创造纪录，还是弥补遗憾？一场等待8年的狂欢。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比赛。首先，我们看到佛山 DRG 速度很快啊，来到了第一局的班位上，就先把沈梦溪送上了班位。是的。 但沈梦溪的话，可能就是自己觉得不好一抢，因为长生第一把就可能会上火舞，所以就直接搬掉了。而 AG 的话，则是搬掉了裴擒虎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英雄。在这个赛季，败者组一穿四的佛山 DRG， 其实在频繁的和对手较量的时候，拖到中后期来进行作战。他们在中期的团战胜率是极高的，所以今天他们 AG 这边也避免了在前中期去跟佛山 DRG 在前中期做这种对抗，因为 AG 他在10分钟的团战上的胜率也极高。最主要我们今天这个进比赛速度非常快啊。 而且现场坐了1万多名观众，就是不知道我们特别是佛山 DRG 的很多这个年轻选手们，他们能不能快速的适应赛场？是的，节奏非常的快，没有什么给选手热手的机会。这边 DRG 一抢的是夏侯惇，我可能以为他们班海月会往哪吒这个方面，以为要一抢朵利亚，没有想到是先抢夏侯惇。对，先把夏侯惇拿掉，但是紧接着 AG 这边是选择了把夏侯惇和朵利亚的组合拆了，然后紧接着拿出了阿古朵来应对夏侯惇。对，因为你选了夏侯惇之后，我选阿古朵，你有没有你的蓝可以应对了？对。 你也不能去 counter 我的。是的，对的。邵思源虽然没有了朵利亚，但是拿邵思源去跟夏侯惇的配合的话，邵思源也可以强化线上，也可以来提升这个前期强度。还要加强下路的对线。哎，这第一局不是我们印象里的那个佛山 DRG 拖着那个打法。对，确实，其实因为在 BO7啊，特别今天是决赛，赢下第一局的队伍，特别是对于一支新进决赛的队伍来讲啊。 它太重要了，对，强开局非常的重要。对，一上来就顶着一诺拿出了公孙离，梦蓝的公孙离在这个赛季的话是90%的胜率啊，很高，10把赢了9把。看一下仓在一诺的手中，在这个赛季的胜率也是极高的，也是一样，仅输了1个小局，拿了7把赢了6次，都是高胜率的英雄。如果在今天的现场有路过外场的话，能够看到今天在外场有放了很多选手的立牌，立牌上写着他们各种在本赛季的优秀数据，以及他们各种100%胜率的英雄。看一下搬到第2轮了。这边是因为召唤物比较多，搬掉了海诺，看最后一手会不会把姜杂也搬掉？姜杂可以给阿离提速，并且这边是仓加阿古朵，升级会比较快，没有选择搬姜杂。而且 AG 在对抗路上也搬掉了后期的夏洛特，因为在季后赛的时候 ，DRG 有频繁的给花园选择一些偏后期的收割位、站边，来通过中野辅的强度来支撑自己双边阵容。其实这个在前期的弱势，这个确实职业巅峰期，看到这个职业生涯单英雄胜率80%啊，确实恐怖啊。DRG 的后面2个班位是真姬加上嬴政，搬掉了一个大长手。 来了，狂铁，这个也是刚才这个跟渲染结合在一块儿的一个英雄。对，因为 AG 的下半图比较发育，所以上半图需要选一个能够撑起前期强势的英雄。对，然后这样的话还可以让法师最后来一手 counter 位。因为 DRG 的阵容整体是下半图强度非常高，下路双人组是邵思源加上公孙离，然后在中路的位置他又补了一个干将莫邪，所以下路的强度上 AG 想要去跟 DRG 对拼有点困难，所以 AG 一定要做强上路。而 DRG 的最后2个位置上还在犹豫，中路的位置干将和一星选其一。干将的话，第一局会非常的吃手感，最后还是选择了比较稳定的一星，就是阿古朵这个英雄，他拉扯能力很强，他是比较怕强开的。对。神之者。 哎呦，姜子牙，刚刚有在想 DRG 会不会选择姜子牙？没有想到这把 AG 会掏姜子牙，因为其实左边没有这种召唤物类的英雄给姜子牙快速提速啊。但是曾经在海队的那个巅峰年代里面，还是姜子牙打公孙离还是一个用的挺多的一个打法。如果姜子牙的一技能挂上公孙离的话，那公孙离的就输出环境就比较难受了。他会被直接打掉状态嘛？而且这局比赛一上来看到 AG 的这个阵容组合，让我感知是又把大量的经济要全部堆到一诺的身上，并且有了个姜子牙给他做提速。我觉得这个挺明显的，其实 AG 选择的也是他们最有把握的那种打法。AG 其实你别看他现在在连贯的状态下，我们其实通过所有的片子看到 AG 对于这届春天是势在必得的。对的，他除了冠军是没有第2个选项的。就是你往回推，你从2017年的春天开始，AG 的其实每一个春天对他们来说都有遗憾。对。但是来到了今天，来到了2025年的春天，所有人包括一诺在内都想帮助 AG 来弥补曾经的那些春天的实力。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是。那DRG 的话就截然不同，因为DRG等这个冠军等了太久了，特别是联赛的冠军。他们用了8年的时间，2968天才能够首次登上联赛的决赛，而过去2次在世冠的失利都
都让这支 DRG 有了很深刻的理解，包括泽教，他上一次带队进决赛已经过去了862天了。没错。 其实现在，包括我们今天现场看到，像清风、像改哥，其实对于很多的新观众来讲，可能对他们都有点陌生了。但是这真的也是曾经的一代一代的功勋老将。其实这支佛山 DRG 他们在整个一个赛季，其实更偏向于那种拖后期保大河的打法。但是今天上来的第一局，明显就是告诉大家，要想赢下 AG， 他的第一局是绝对不能退的。绝对不能一上来还是以季后赛的那种逻辑，我跟你打中后期。对。 毕竟你的交手的对手 AG 是在10分钟那个龙团，他是有点攻无不克的。我感觉今天两支队伍第一局的准备跟阵容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感觉相反了。因为我感觉 AG 这边的中轴有点弱，等到江杂的话，感觉给长生的发挥空间不大。而且这一把虽然是把朵利亚拆掉了，但我一眼望过去，我不知道朵利亚给谁刷技能，该跟谁配合是吧？是的。 就有点纯拆，对，反而我反观感觉 DRG 在蓝色方能选出一套就是下入对线，包括中轴对抗都比较强的阵容，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也是有这个出其不意的招数，因为他们比较爱玩弱势阵容，开始发育的，第一把就上一把猛攻的阵容。当然，真的，现场的观众们，一会儿一定要在第一局比赛开始之前，把你们最大的声音给到选手，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一局比赛太关键了，对，太关键了，因为今天这支 DRG 面对到的是一支在职业生涯巅峰的 AG。 而且今天他这场比赛赢下来，我们刚刚聊到过嘛，不管是从队史角度来讲，还是在 KPL 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要去创造记录的。是的，大家一定要相信，在 BO7的对决当中，赢下第一局比赛的一方获得胜利的几率超过了70%。是的，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决赛更是如此。而且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 ，BO7 除了DRG 打EDG 这场比赛，其他队伍赢下第一局的全赢大场。没错，所以一支队伍呢是目前正值职业生涯巅峰。 要去破纪录的成都一昌会，另一支队伍呢是历经了兜兜转转、无数坎坷，终于走到联赛决赛的佛山 DRG。而这场 BO7 的第一局，梦蓝和一诺首次在决赛的交手，梦蓝选择了公孙离，一诺选择了苍。对，我觉得第一把选到阿离跟邵思源的话，渲染还是狂铁的情况下 ，DRG 非常有可能会去进行一个换线，对，然后去针对一下狂铁，然后让达摩去抗压。 然后这边的话也看一下，如果不换线的情况下，婉婉这把夏侯惇敢不敢去发一路边开？因为对位的是一个阿古朵，如果去边开，很容易掉 buff。是的，让我们看看今天这场比赛到底是14连胜夺冠，还是败者组1穿5拿下比赛。双方的第一局对抗，蓝色方佛山 DRG， 红色方成都 AG 超晚会。时间交给现场各位。5秒到达战场。这边要换线。 AG 没有预判，全军出击。清风和改哥，没错，来了，发育路边开加上阿离换线来了，看一下中医的阿古朵有没有动作，要不要红开直接进蓝啊？我感觉很有机会啊，有手的来了。 边开掉 buff， 对，而且长生跟大帅一上来就把中路的兵线给他抢掉了，而且这边阿离少虽然一级没有去抢狂铁的线，是狂铁的线权，这个也去阿古朵流程，包括第一时间是个4打2，这个蓝 buff 应该丢了，这个蓝 buff 可以直接被 AG 拿到，这也是DRG在这个赛季整个季后赛他们一直常用的打法 ，AG 今天有备而来，是的，临场反应速度确实快，对，因为我其实看他们比赛，其实在季后赛整个期间，婉婉已经是边开很多次，但是丢 buff 也有个3到4次了，但是丢的没有很多，对。 但是总决赛第一波就丢一个蓝 buff 就很伤，而且我感觉这波如果反进小野去的话，阿古朵跟江仔过来的话，这夏侯惇只能反跟小野走了。但是上路的位置想去压下渲染状态，但是闪现没有逼出来。小野没有反掉夏侯惇。哎，闪开，哎呦，要被反打。是的，被拉了一下，回头反点一套。有一手治疗，4宝回来。这个挺吓人啊！我们刀宝老师下面给的一血胜率，两支队伍的一血胜率都超过了70%。没错，而且次数都很多。 就是真的打到决赛，你会发现数据真的不会骗人。就 DRG 他在季后赛的时候也拿到了13次的一血，是一血次数最多的队伍。这边阿离换线反被狂铁卡了一个线 ，DRG 前期有点小亏。其实他们主要是得把心态稳住，因为这个开局 buff 丢得太快。其实他们开局的感觉布置已经被 AG 给猜透了。AG 这边的话，朵利亚也是靠上半区的，猜到了对面会换线，然后帮狂铁稳一手线权，知道你夏侯惇边开，我阿古朵红开流程进你蓝，就前期
布置 AG 是完美的。而且第二季他们在开局的时候做出了这种换线，不过刚刚花海有聊到过，你上路的公孙离并没有能够把狂铁的线权先拿到手。对，如果少主一级不去跟阿离连体的话，狂铁现在出门满路抢阿离的线可以顶着抢。对，并不是很怕你。对，渲染侧面，后来就自己先跟他玩一会儿。但是有大招可以顶护盾，所以渲染不怕这一波的消耗。长生也第一时间去到了边路。 藏进这夜里了。这局比赛，因为长生拿了姜子牙，所以他在中轴上不会太多的漏团，他可以过多的去帮边路来创造优势。因为刚刚其实花海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姜子牙打公孙离。对，长生的姜子牙在这一届比赛当中也给我们带来过非常多的这个记忆啊。8分半，8分钟直接封神的姜子牙。对，8分半就到8分钟就15级了嘛。这把看看他能多长时间到15级开始封神。 不是还得仔细去看一下，就是特别是第二季这边，这新人选手们的状态怎么样？看看他们的心率啊，花园已经175了。这是第一次打决赛，确实飙升。对，确实紧张。其实梦兰也有160了，快。主要是这一局比赛才过了3分钟。这个没办法，这个确实是他们可能这次决赛的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就是比赛经验、决赛经验不够丰富。而且我们这一次的决赛进比赛特别快，刚刚花海还跟我们聊到这个问题，说他没有适应。对，因为赛前一般我们有一个热手可以进训练营去适应一下手机的这个触感的时间，但今天的比赛非常的快，对，就我们开幕式一结束，立马就进 DP 了。 但我跟你说，这就看选手个人的怎么。哎，上路，3个人过来，但下路大刀没有定到，进过来给了个框，框完了之后呢，渲染经过交代了，4宝拿到了1血。这边上路抓完还可以传去中路补线，也不会掉线。那这样的话，狂铁死了4分钟，第二季要拿下第一条暴君了感觉，而且这边直接选择先进红区。哦，并没有很畏惧。是的，玩完把这个红 buff 拿到手。御塔护盾消失，这波有点炸。车出击。 有开局的那个 buff 差也补回来了，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哎，第二季选择往上靠，要死，是有大的，完了又死一个，哎，对，很极限，是的，没有推到，被传走了。那这波传出过去很关键，想去抓注意的阿古佐没抓到，这边的话 AG 的3人组是把这条暴君给控下来了，哇，这时间应该是刚刚好，就差了我估计1秒的时间。对，如果再靠近一点，那个大就能推到了。对，那还好这波是止了一波损，不然狂铁死家掉野区。哎呦，这里哎，这波打我可能要出事儿。 哇，有悬念。我们先回看一下上路这波渲染被抓，第二季，另外一边应该跑掉了达摩，跑掉了。这是第一波。但同样的，在红区第二季的红区这边又爆发了一波团战 ，AG 主动选择进攻，一星大招框出来之后，没有找到好的角度去击杀长生的姜子牙，守了一波红野区啊。等会儿，但是第二季真的冷静一下吧，花园170了。 花园在季后赛的整体表现给我们，除了在心率上的展现，他在比赛中的表现不像是个新人。对，季后赛他的心率其实也挺高的。对，第二季这个阵容现在可以提速了，我觉得可以直接中上2线去打 AG 的红区了，因为现在领先1000，包括阿离已经是末世了，这边应该也是拿到红 buff 了，可以出动了。对，已经要2线准备打节奏了。靠过来，中左的视野卡的非常死，野区可能要碰面。这边中线没有过完，第二季中线没有抢到，红 buff 再刷。 第二季怎么说？这边第一时间长生的姜子牙在协防做一个消耗，打一整套。夏侯惇玩完这边还想进，看一星要不要框？对，想停波，没有框到 ，buff 被夏侯惇沉到了，是的，把他控住了，可以顺势再拿一条主宰，连续2波进红了，第二季。我觉得这个比赛就要让我们看一个点了，就是在决赛里。 这个10分钟的闹钟还响不响？对，因为第二季这个阵容前期强势是比较正常的。对，这边 AG 直接5人爆中，上去起火一波，看能不能扛住王婉这个位置，扛住了，被打掉了半血，但还是顶住了。这波没有应急啊，因为是少打多。这波花园发育了一波，吃完上的传送下路一波。上完 AG 顺势再吃一波野，但这样一直来50爆中打不出结果的话，边路会掉头兵，然后这边花园还是把2线都补到了，所以经济差进一步拉开了。 花园的心率最大心率已经临近180了，176。这个真的理解。在这个赛季，花园也是拿到了常规赛的最佳新锐，同时他在败者组一路杀上来，是把自己同时提名的另外3个新锐提名全部打掉，全打了一遍。他等于是把新秀打穿了。然后在今天决赛的现场遇到了去年1整年拿到了春季赛、夏季赛和年度最佳新锐的大帅。 这真是够够的了。对，而且今天他要交手的对手轩辕，又是去年春季赛的常规赛最佳选手。哎，
他要切的人又是这个赛季的常规赛最佳选手。这一路真挺传奇的。对。 这边 AG 还是先抢中，第二季中路后过线，然后边路阿里少斯可能先把一塔推掉，然后再进行一个反夹，可以进这波红野区了。第二季很明显的就是我在中路不跟你碰，对我先送的是边线。他们进野区只要一星框的好大就能打赢团，但 AG 现在阵容还不到强势期，应该不会给机会，对，应该不会给机会。再给完美之局，这血量不是特别健康，下路往前起，但是这波大招可以退回来，工作人员旁边打了一波状态，但是全部压在了渲染的狂铁身上。 但红 buff 还是被婉婉的夏侯惇给控下来了 ，AG 已经连续丢了3波 buff 了，打得很稳啊。第二局里没有特别激进，没有过分激进。二级的挡姜子牙的大招来保一波兵线的状态，兵线压进去，但自己蓝区要刷了。到现在的第二季经济还是领先的。 AG 这个阵容前中期的中轴对抗还是实力比较弱的，对。对，我们在这个赛季一直在聊的是 AG 经济学，但是第二季据我所知，在训练赛他们的经济学也是非常超前的。没错啊，包括山豪开，还有边线不出野刀，打野发育路开，都是他们的理解。那也正常，其实海队在 BP 就有聊到，就是 AG 的中轴感觉这把没有以往看起来那么强。对，是的。 反而是第二季这边，不管是下路对线还是中野对抗，都做得非常的强。哦呦，这边蓝 buff 要打断一手。对，看一下渲染的位置有点远。红区蓝区想双吃啊，下回大招上去之后没有能够锁到仓，然后紧接着回头被打一整套，有点但是有前排给他不断的吸血，姜子牙这一波空间给的不错，一星给个外面出去过来封一下追击。容错率太高了，感觉这波夏侯惇已经有点脱节了。对，觉得有点脱节的位置好靠前。回头再拿一个龙，过不下来，婉婉把龙拿到手了。但是 AG 这个阵容前中期是真的没伤害。是的 ，AG 这波集中想要拔这个一塔的状态。 在这边第二季的协防已经到位了，仓不到点塔，这边一星闪开，抬到姜子牙，姜子牙闪现逼出来，狂铁过来给个拍，但是达摩已经撤走了，还是守了下来，要10分钟碰面了。对，感觉刚才守野区的伤害全是场上的姜子牙一直在那里，对，放一技能、二技能读出来的。现在的长生的实时伤害应该占比很高，因为刚才其实婉婉那个站位已经感觉有点危险。对，因为他第一波被压了半血，他在那个地方已经。 状态岌岌可危了，没人能接他。其实就只有一个阿古朵的球球给他在那个地方刷自己的被动。而且这样打的话，我感觉 AG 10分钟其实不好打，因为一诺一直在被 buff 到10分钟没有3件套的啊。入侵时长达到了1分14秒啊！现在比赛才10分钟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在这一局比赛10分钟的那一波龙团部署。对，因为其实整个 AG 在这个赛季最恐怖的就是他9到16分钟的团战胜率超过了85%，然后他整个15分钟左右这个节点10到15分钟太夸张了。更夸张的是他在季后赛的时候10到15分钟胜率是100%。那是不是意味着第二季如果能撑过10分钟这个节点？我觉得这把第二季10分钟都有机会打赢，因为一诺还没有3件套啊。AG 10分钟能赢，离不开一诺的3件套。对，现在应该还差1波线左右，这波线失望还差1波线左右。现在一诺的经济其实跟梦蓝是持平的。 很关键，差200出破晓。这波下路仓过去了，想跟狂铁2个人双边合并抓一下达摩，达摩直接交闪，花园没给机会。那10分钟的关键节点找一波机会。对，这波达摩10分钟没有闪现的话，对后排的威胁就会小很多。看公孙离在这个地方也看到了蓝 buff 的视野，早点也没有闪啊。那 AG 可以不着急，先把一诺的破晓刷出来。但是渲染这边他是有闪的。 小看花园和渲染他们2个人在接下来的团战上能不能给到对方团战后排巨大的压力。第二季要趁着这个机会先动起来吗？一诺的破晓还是在10分35秒摸了出来。这边第二季想来抓狂铁，但是把中轴的视野全部放掉了，而且也没有打掉狂铁的任何技能。那 AG 要直接摸龙了。对，现在就变成了第二季要过来占这个龙坑 L 草了，而 AG 的话站在中右草，这波想 run 龙吗？好像看一星闪开了，这波要。是的，上去直接想抢，陈龙拉脱了，而早点先倒了，被狂铁拿到了这个人头，狂铁这局面再放个1技能，但自己看能不能扛得住，队已经消失了。大招给了一个球就扛了一下，而达摩这一拳3个人，但自己扛不住，花园也倒了，梦蓝这一波也正好，让一诺的仓拿到了双杀，一波小团灭了火山第二季。10分钟，这是季后赛10分钟胜率100%，这么夸张吗？1换4。 我觉得很关键的点就是一诺刷出了3件套，而且第二季想去找边路的狂铁，把中路的视野全部放给了 AG， 然后 AG 站住视野直接摸龙，在闪上线的时候把龙拉脱，然后骗你过来开团。一星虽然闪现框得很好，框到了3个，但是反手就被渲染的狂铁给秒掉了。甚至没给你过来拼场的机会。对，双龙。 这11分钟的时候还在双龙对峙，太夸张了！11分40秒双龙拿到手，而且你知道打完这波团战，一诺的这个仓马上又要掏出一个大件了。这一波框住达摩，先是狂铁上去，然后一星给框，但是狂铁上去之后还是控到了一星。
然后后续再过来，阿古朵这一个砸保住了残血的狂铁没倒，然后花园达摩那一拳也很漂亮，但是正面已经没伤害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核心还是前面那波抓下路打到达摩一个闪，对。 真就是关键的 AG 抓下路打掉了达摩的闪，但是DRG 去抓狂铁的时候没有打掉任何技能，反而是把中轴的视野全部放掉了，也给了一诺一波发育的时间。这样就成了本身在10分钟的时候，DRG 占优的那个河道变成了 AG 占优，就以至于就只能让一星上去先手嘛，其实你就没有办法看达摩，达摩只能后手了。哎，这边月达摩没闪压力还很大的。对，这边月后面打的话，一诺的成长线也更高，因为有一个姜子牙的封神。对。 然后刚才在打龙之前的时候啊，长生15级，一诺14级，现在长生17，一诺16。 等级拉上来了，下路开始给压力，顶不住这个伤害啊！而且你在往前压的过程当中，你吃不住目前这个姜子牙的1-2啊，你真扛不住，你的脆皮只要被他1-2来一下，你半血就没了。高地也非常难守，在对抗路上，现在外面稍微摩擦一下，尽可能缓解一下兵线压力，但是中路位置上血量掉的太多了。对。 姜子牙再给大招把位置铺住，没有人敢上去。狂铁给个2技能上去之后，把人给压退，把中路的高地给拔了。好恐怖，势如破竹。赛季最快用时8分53秒，这局是12分48秒。DRG 他能不能把这个阵容再往后拖一拖？但是我们在阵容出来的时候就聊到过，DRG 其实如果跟 AG 拼后期射手大核的话 ，AG 的 C 要比你更大。拼不了，他是个苍打公孙离，他还带了封神。对，他的 C 是无止境的发育。对，主要还在前面讲，就是10分钟的时候他已经有机会能够吃下来的10分钟关键节点，但就是那一波没打下来，3高全破。11分钟还在拼暗影暴君。 11分40秒拿到双龙，13分50秒之前把3高全拔，这个效率太高了。AG 超玩会的优势不仅是稳，而且是他的经济速力滚得特别的快，爆发力啊！看一下刚才，哎，看一下14分整，10分35秒的时候仓做出的破晓，然后在14分的时间做出了6人装，就2分钟的时间，他刷住了另外2个大件，对，1分钟1个，这速率太可怕了。 关键他是个17级的仓，这边其实 AG 超玩会也不着急终结，还要再打一条暴君团，逼 DRG 出来打团。我觉得 DRG 这条龙也不能放了，我觉得他得拼，他放了基本上就是慢性死亡。对，就要么倒在龙坑门口，要么就思考下一把的阵容，只有这2个选择。一诺的仓已经18级了。 这给人的压迫感有点太强，主要这把长生这个点，他伤害应该打得非常恐怖。他这把长生的姜子牙前置输出打得太好了。对，这边 AG 先要把，应该回头拿龙吧，把视野压过来。对，应该是稳稳当当把龙摸掉，或者在龙的位置逼一波团。这边 AG 的站位已经明确了，狂铁绕后卫加丁，对面换主宰，其他4个人占三面暴君的视野。从这里上去打一波想压姜子牙的状态，没成功。 但是我们来看轩冉的位置藏得很刁钻，有没有人去看一下草？这个草你看到了，但是只有狂铁1个人蹲伏，能撤出去吗？关键是能走吗？夏侯惇把他开出来了，走了，但是有暗影暴君 buff 加持的 AG 还想继续往前挤，先退回来抱成一团，然后上去之后直接带走了花园达摩，达摩倒了之后让一诺的仓往前追，姜子牙给个大招，再来个闪现上去挂减速，但后续没有人再追击了 ，AG 还是打掉了花园。 后续的话，有着暴君 buff 的加持和兵线优势，还想持续进攻，5打4，继续往前压，双续航阵容顶在前面，一波起火，想把婉婉控死，婉婉开出大招和血手，能逮到吗？下路还有兵线，超级兵来了 ，AG 还要一波结束，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听到现场 AG 的观众齐声喊起了他们的对。